哇！他们的海关章非常之精致，上面还有附一个邮票。那有趣的是，邮票也是 San Marino 非常著名的特色之一，因为国家历史很久嘛，他们是第一个发行邮票的国家，他们甚至有一个邮票博物馆。Perché San Marino è così ricco? È il settimo paese più ricco del mondo. Ma non lo so perché. Non lo so perché comunque il turismo, c'è molto turismo. Sì. Ci sono le fabbriche. Sì. Perché con lo sconto fiscale sì. le fabbriche italiane possono aprire a San Marino, poi pagano le tasse qua, è per quello che. 我觉得这边的卖点真的主要是它的景观风景好漂亮哦，可以看得到山脚的这些村庄之外，另外这边就是看山景，你看那个阳光透下来的感觉。Hello， 我是滴滴旅行社社长阿滴。你是不是也喜欢探索没去过的地方，想去不同国家看世界，却担心到了当地语言不通，出游、出差、出太阳？滴滴旅行社唯一推荐 Amazing Talker 线上家教。Amazing Talker 全球有超过1万名线上家教跟100万名学生，是全台港最大的1对1线上家教平台。上课品质有保证，课程包山包海，包你学不完。不管是英文、日文、克罗埃西亚文，只要选好你想学的语言，学习目标和想上课的时间，就能找到适合你的线上家教，还能和老师提出上课需求，客制化你的每一堂课。出国旅游前想要专心学旅游单字或者是搭讪句型，还是你想要做日常对话跟听力练习，又或是考试前想要快速刷题学习考试技巧跟答题方式，都可以和老师提出讨论。而且一次只要买1堂课，随时想要换老师都没有问题。除了学习语文之外 ，Amazing Talker 上还有各式各样的专业和休闲课程，像是程式设计、投资理财、各种音乐、运动、烹饪等等。只要你想学，老师就想教。现在新用户上课还有专属$10课程兑换券，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畅游世界，快乐学习有保障。滴滴旅行社唯一推荐 Amazing Talker 线上家教。Hello， 我是阿滴。我这趟从巴厘岛开始飞到意大利，但是现在我人又在另外一个国家了。当初在规划意大利行程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小小被画起来的区域，放大一看才发现，原来意大利境内有另外一个完整的国家——圣马力诺共和国，全世界第5小国家，建立于公元301年，拥有1700年的悠久历史。但是国土面积不大，只跟士林区差不多，人口只有约34000人。但有趣的是，它是全世界第8富有的国家。第8富有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排在它后面的第9名是美国。在查完所有资料之后，我觉得这个国家实在是太有趣，就我有好多疑问：为什么可以独立这么久？为什么可以这么有钱？这边的人觉得自己是圣马力诺的人，还是意大利人？那在今天的 Discovery， 我们将实际走访圣马力诺，一探究竟。现在的时间是7点半，我现在人在 Bologna， 因为去 San Marino 最快的方式就是从这边搭火车到一个临近它靠海的城市，叫做 Rimini， 然后再从 Rimini 搭跨国界的公车进 San Marino。这个火车要搭1个半小时，要坐到这站 Rimini。好，我到 Rimini 了。这是一个靠海的城市，这边的火车站跟 Firenze、Bologna 的真的是差非常多，很小的一个车站。那接着要去买往 San Marino 的公车票，离车站最近的是这个蛮不起眼的小店，要在这边买车票。San Marino。去 San Marino 的公车是固定的时间，那买1张票是6块欧元，我是用信用卡付的，所以会多1块，正常的话是5块欧元。然后我要搭9点25分的车，然后在这个公车站等车到 San Marino， 上车喽。感觉有蛮多人要去的，今天是一个平日，但是这个公车是整个满的。我们只要再搭50分钟就会到 San Marino 了。哦，我们已经到了 San Marino 的边界了，这个黑色的就是它的国界。我们已经过了 San Marino 的国界了，现在这里就已经入境到新的国家，但是完全没有感觉，也没有要检查护照什么的。San Marino 是一个很多山丘的国家，一直在往上爬，所以说左边这些在山丘上的房子就都是 San Marino。上面山丘，就这么高的山丘。哎，到了，踏上 San Marino 的土地。
而且它这个底站是开到它整个山上，然后这座山刚好也是 San Marino 的起点，它叫做 Monte Tritano。这个国家的起源算是传说，是在西元300年左右，有个叫做 San Marinus 的石匠，为了躲避当时罗马帝国对于基督教的迫害，所以他跑来躲在这边的这个山上，因为有一个自然的屏蔽，然后在上面盖了一个修道院，之后慢慢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聚落，然后就成为了自己的一个国家。这个就是 San Marino 城堡区的地图，然后我们在这里下车，然后待会它应该是这样子弯路这样走上去，这样子可以爬到第1塔、第2塔还有第3塔，这3塔就是 San Marino 最有名的城堡区。那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这个最大的塔 Prima Torre 第1个塔。然后因为它创立是在西元300年，所以它也是全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西元300年是什么概念？我刚刚查了一下，如果是以中国史来说，它的时间点在三国被灭，然后变成西晋的那个时间点，就真的是古代，然后那边的故事会变成是有点传说的那种古老等级了，1700年前。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Prima Torre。好，我们到了，这就是第1塔的入口。国家的徽章就是3塔。我刚撇头一看，这旁边的博物馆，这个是酷刑博物馆，好可怕。我刚查了一下，他就说里面是展览各种国家的酷刑，这好像跟 San Marino 没有特别的关联，我就不进去看了。这边有好多莫名其妙的博物馆啊，这是吸血鬼博物馆。真的是有点莫名，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奇怪的博物馆？Echo， 里面有你的亲戚，他们在这些山丘上建立了很多的教堂。这边的建筑风景也蛮特别的，建筑在一个往上爬的山坡上，然后左右有商店。这边这个步道超级漂亮。这个就是 San Marino 的国旗，我们清楚的看到上面有标志性的3个塔。这里的游客蛮多的，城市整体的氛围很 chill。爬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这里的游客中心，你可以拿你的护照来这边盖一个圣马力诺的海关章的概念。哇 ，bellissimo！ 哇，他们的海关章非常之精致，上面还有附一个邮票。那有趣的是，邮票也是 San Marino 非常著名的特色之一，因为国家历史很久嘛，他们是第1个发行邮票的国家，他们甚至有一个邮票博物馆。Francobolli。这就是邮票的意思。哦，然后这边除了邮票之外，还有展古币耶，感觉富贵对这种地方有兴趣，他最喜欢古币了。这是 San Marino 的钱币，1864年 San Marino 的第1个钱币，钱币上面就直接是他们的国徽。这个是第1张邮票，在1840年左右。这边这个是它的实际大小，然后旁边有一个它放大里面的图像，这个是维多利亚皇后。然后在1862年 ，San Marino 也发行了他们自己的邮票。这边展示的都是200多年前的邮票。我们看完这些邮票之后，来实际去爬，在这些邮票上面会一直看到的 San Marino 的3座塔。这边这个是 San Marino 大教堂，从那边爬上去是1塔，它就也是建筑在山丘之上。好，教堂的内部长这样子，左边跟右边都有一些雕刻跟艺术品或是作画。正中间的话，这应该就是 Saint Marinus， 天花板也是很漂亮。快要走到了，前面就是第1塔。这边的坡是认真在陡哎，哇，会累。这边这个餐厅，景观餐厅，直接看到这样子的景哎，好扯哦。我觉得这边的卖点真的主要是它的景观哎，风景好漂亮哦，可以看得到山脚的这些村庄之外，另外这边就是看山景，你看那个阳光透下来的感觉，这个山一层一层的。Monte Tritano 是圣马力诺最高的山峰，海拔739公尺，也是圣马力诺共和国的地理和历史中心。圣马力诺3塔位在 Monte Tritano 的3个顶峰，分别是 Guaita、Cesta 跟 Montale， 建造于11至14世纪之间。因为每座塔都在不同的山峰上提供了非常好的战略价值，保护圣马力诺不受邻近势力的侵略。其中瓜伊塔是3座塔中最古老的一座，建于11世纪，并且在15世纪意大利战争期间重建，并且发展成现在的规模。在我们面前的就是 San Marino 最有标志性的城堡，我们进去看一下。进来里面的票要9欧，这是他以前的照片，然后跟现在的样子。然后城堡本人，哇，它这个下面直接就是断崖。看完城堡之后，我在纪念品店遇到亲切的老板，愿意解答我对圣马力诺的疑问。Perché San Marino è così ricco? È il settimo paese più ricco del mondo.
Ma non lo so perché. Non so perché comunque il turismo, c'è molto turismo. Sì. Ci sono le fabbriche. Sì. Perché con lo sconto fiscale sì. le fabbriche italiane possono aprire a San Marino, poi pagano le tasse qua, è per quello che sono un gradino superiore. Sì, sì, sì. È solo perché paghiamo poche tasse e la gente viene ad investire. investire, sì， certo， investimenti, certo. è solo per questo. San Marino 会这么富裕，主要是因为它的金融业跟投资业非常的发达，加上它是一个避税天堂，在这个国家的所得税比起意大利是只要1/3，所以很多的意大利人呢会选择来到这边设立公司，增加获利。那因为有很多投资的关系，这个国家的 GDP 很多是由外资来撑起的。那回到我们开头讲的那个世界上最有钱国家排名，它的算法不是用 GDP 国内生产总值，而是用 PPP 平均购买力。因为比较大的国家 GDP 一定会比较高，所以平均购买力是会纳入考量通膨跟当地物价来去看平均一个国人的消费力有多高。所以如果是以这样子排的话，很多小国家反而会名列前茅，因为他们的国民就很少。所以像比如说 San Marino 34000人，但是美国的人口是3.4亿，相差1万倍。不过 San Marino 34000的人口却撑起了每一年20亿美金的 GDP， 所以这样子除下来，它在财富排行榜上面的表现就会相当的亮眼。但是因为当地人其实也没有到赚这么多钱，所以这边的物价是相对意大利比较便宜的。像是今天午餐我点的这个牛排只要12欧，像这边的意大利面就是可以找到10块以下的，比较便宜。所以你要说 San Marino 人真的很有钱吗？我觉得不尽然，平均购买力只是一个数字，它可以代表的是这个国家运作的方式跟有多少财富汇集在这个国家里面。Come avete fatto a rimanere indipendenti così a lungo? San Marino è la più antica di tutte. 1700 anni. Sì. Perché San Marino non ha lo sbocco sul mare, non interessava a nessuno. E poi è in alto. Tutti i conquistatori li rispedivano indietro. E San Marino non ha mai fatto paura a nessuno. Napoleone, Garibaldi. Sì. No, molto tranquillo perché comunque piccolino e non c'è il mare. Il confine non è sul mare. Ho capito. Buoni qui e dobbiamo stare zitti e buoni. 那 San Marino 是怎么样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一直维持独立呢？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地理环境跟他们是如何维持跟邻居的外交关系的。举例来说，在1797年，拿破仑带领法军在吃意大利的领土 ，San Marino 的执政官那时候就收到了一封信，说有一个被法国追捕的主教逃到 San Marino。这时候他们遇到一个两难，如果不交出主教，法国可能会直接贴脸开大；但是如果交人，又会得罪教皇跟教宗国。那当时的执政官叫做 Antonio Onofri。他完全是一个外交神人，一边表态支持拿破仑，一边留时间让主教可以逃回教宗国。结果拿破仑还很欣赏他，就承诺让 San Marino 可以保持独立，同时他们也没有得罪教宗。甚至到后来，拿破仑还提议要不要多给他们一点领土，但是执政官婉拒了，因为他知道如果拿了不属于他的领地，在未来会造成的只有麻烦。所以最后拿破仑不止没有攻打 San Marino， 还让他们不用缴税，给他们很多小麦。懂交朋友真的很重要。还有另外一个重大事件是在1850年代，那时候的意大利处于统一运动时期。就是各个独立的城邦跟国家渐渐的融合，变成是一个完整的意大利。但是在这其中 ，San Marino 还是可以保持独立，就是因为它地理位置隐蔽，然后长期都是自主统治，加上统一运动的领袖 Garibaldi， 他也曾经逃到 San Marino 寻求庇护，所以最后在统一运动完成之后，意大利也尊重 San Marino 的独立性，真的是再次验证懂交朋友很重要。反正呢，就是因为这种种关系，这1700年来 San Marino 都保持自治独立。Posso fare una domanda su San Marino? Sì. Si vede come sammarinese o come Sammarinese. italiano? Sammarinese. Sammarinese. Gli piacciono gli italiani? Dipende. Dipende chi. Dipende? Sì, ho Come capito. tutte le persone, anche qui di San Marino. Sì. C'è quello più simpatico e meno. Sanno. Sì. Come dappertutto. 好的，我在圣马力诺的一日游就完成了。那当然，圣马力诺它不只有这个城堡的观光区，下山之后围绕在山脚也有很多就是一般人居住的地方。但是以一日游来讲，我觉得这边还蛮适合逛的。它有最标志性的3个塔可以爬上去，还有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可以参观。然后这边的食物也都比较便宜。唯一要考量的点就是从博洛尼亚来这边大概要2个多小时，所以你可能就是要花一个半天的时间才能够到这里。但它就是
是一个有特殊的历史风情的国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来逛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 Discovery， 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